资产客不说的秘密啊，台股暴跌前，有钱人早就落袋为安了。先说结论，有钱人不一定知道台股会暴跌，但他们早就开始把股票赚到的钱分批这样落袋为安，就真的有相当部分的喝雅郎就躲过这波股票大跌嘛，手上还多一间房子，还是豪宅。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您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上一支影片跟你聊房贷缴清却只能吃即期品，坐在金矿上的乞丐。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有钱人早就股转房哦。这次来聊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豪宅买气大爆发，桃园这建商大坪数单季成交30多户，买家70%无贷款。那内容是这样哦，有建商发现，从今年第2季开始，大坪数的豪宅突然一户一户被成交掉，被收走了。短短几个月卖掉的户数比之前一整段的时间还多，那个一整段相当于一整年，就是这样。然后他在跟同业讨论的时候也发现说，近几个月的市场大坪数产品交易就回温了，但小坪数的产品没有什么差，尤其是预售大坪数的产品很多居然都是直接现金交易，直接不贷款。我一开始看这个新闻的时候觉得没什么，就大户赚钱，普通的股转房而已。但是你再看一次，这个新闻发布的时间7月23号，7月23号什么日子？不是什么日子，就是在台股大暴跌以前，然后这些有钱人就跑出来了，然后换成豪宅以后，这个新闻就跑出来。你看，所以有钱人他的那个情报真的是比我们新鲜很多。我们那种中产阶级，我们那种屁民我们知道情报都不知道第几手了他们可能第一手。这个事情也验证了我之前的思考，就是高资产的族群，他对于钱的安排相当慎重因为他想马上跑，他跑不掉，你知道，他是部位很大。你知道，例如说巴菲特他卖股票只能把时间拉长，一小波一小波慢慢卖。为什么？部位太大，一次全卖。好，他卖的时候就是高点，就这样，高点被他自己做出来，我靠！好，那同样的高资产族群，他们手上股票的部位也很大，而且他们的股票都会去做一些金融的操作，所以他们的流动性会变差。那就不会像我们屁民一样说今天毕业就毕业，所以他们的做法是有赚到钱落袋为安，然后换成房地产，居然是对不对？居然是房地产。照理说他们那种做股票很厉害的人最看不起房地产，结果他买房地产。还有像陶朱隐园嘛，现在都有一个都市传说，就是说其中一个屋主就是股票少年股神，然后之前那个信义联勤9妹有去拍开箱说那个屋主是航海王，他们股票那么强，他买什么房子啊？不是很诡异嘛，就很互斥。你看现在我们还在拍这个房地产的，底下留言时不时会冒出来都卖什房子白痴或怎么样，结果真的他们的祖宗级别就是做股票超级强的买房子啊，我靠所以你看这些现金买豪宅的人他就像莫名其妙的避开了台股这种跌破4万点。我讲莫名其妙是我们在外面雾里看花那他自己的情报链很新鲜有钱人的情报都跟我们不一样了。我就在想说对面什么时候要打过来，他们可能都知道都还在处理，结果他现在的选择买台湾的豪宅。你看再来你要知道为什么他们不贷款好，豪宅市场不喜欢贷款，真的是这样第一个原因很简单，就是豪宅先被卡得死死的买豪宅在我们官方的文件上，它不是叫豪宅，它叫高价住宅内政部的用词叫高价住宅。高价住宅的话只能贷款30%更遑论就你在台北市你超过3500万不给你用青安 3.0。 好，那算一算干脆就现金买一买好了，还可以省去各种费用。我八卦的时候补充一个自然人身上要拿到那么多现金利息你那个被剥税都剥成怎样了，所以他们都有其他的技法可以用。那第二个原因是他们买房的目的就跟一般朋友都不太一样。我们一般人贷款买房是因为现金不够，但高资产族群现金买房不是因为他不会用杠杆，而是他在降低杠杆风险你思考一下他手上股票涨了一大段，公司基金其他投资本身都带着风险，这时候卖掉一部分换成一间没有贷款的房子，那等于是把剧烈波动的资产换成相对稳定的资产股票一天会跌多少没有人知道，但有上限我们台股就 10% 嘛但是房子不会每天跟你们跳水所以对高资产族群来说，现金买豪宅房地产有所谓的僵固性，就是涨就上去了，跌都跌不下来就跟那个早餐店鸡蛋涨价一样。好，那这个僵固性就是我以前有拍过这边就不赘述，反正房地产就会有这个
僵固性哦，这是税制搞出来的，房东不急着卖又没有差，反正对他来说成本就是怎样，就是电梯大的话管理费、房屋税、地价税，他房子就空在那边，他有什么差哦？那现金买豪宅就是替整体资产抓上一个避震器哦，那杠杆也没有因此消失，因为他之后真的要用钱，或是想再进股市的话，挂市就出来了。我讲的是之后，至少要1年哦。这个以前也是有钱人乱搞，那现金买完之后马上把它压出来，现在不行了哦，现在你1年3年哦，就这样，不然时间没到不给你压。好 ，OK， 所以现金买房落袋为安，就基本操作了。房子还能随时进股市里面去呢，达成一个进可攻退可守。这就是他们现金买豪宅真正的算盘。再来你要知道，豪宅成交是起涨的讯号交易量准备要起涨的讯号。而我看到这个豪宅成交我是有一点开心的。虽然豪宅跟我跟你都没什么关系因为很多时候豪宅成交就豪宅嘛，在云端生活的有钱人嘛那个柜台都是超级正妹嘛，跟我们就你看我们家管理员那个老阿伯我对他没什么意见，他人也是非常好。我的意思是说，出得起香蕉只请得到猴子，也不是这个意思，反正就是你就知道了，就是你看豪宅还有西装哨就在你的车库门口这样。那我们一般的这个住宅大楼就是普通的保全公司。好，我讲这个干什么总之就是豪宅的成交就是一个讯号灯它是房地产列车这个起死回生的第一节车厢，真的是这样高资产族群的钱永远比我们更精明更早移动，他不用等发薪水他不用等年终奖金可能他就是在发人家年终奖金的人他只要觉得现在手上现金有点多又要找地方放，那房地产就是他们必然的选项。我们也看到果了嘛，这个果就是豪宅的成交的讯号开始被发出来。我今天新闻讲桃园我们高雄也是这样高雄的一些之前2025几乎卖不动的豪宅，可以在过完年突然陆陆续续成交。目前我听到就已经5户了其中2户是同一个中介卖的，然后那个中介自己也有发催说会不会怎么回事反正就是这样。好，豪宅先动，接下来就是大坪数了然后接下来就是普通的3房2房这样，就用总价来看，我们可以把它想成塞车，前面那台车先起步你在后面会慢个几秒才感觉到。好，那没关系，车子总算是移动了我只是说这是讯号，我没有说一定会上涨我讲的是交易量开始在回春了。好，那你还是要自己判断所谓的落袋为安效应是不是真的会发生在你要自产的或你现在正在居住的那个区域。讲呢我整理一下，今天我跟你讲了有钱人如何把股票的获利转进房地产这个豪宅里头，并且他们就是有办法可以做到提前避开股市波动那我也跟你讨论了他们不贷款的原因，不只是因为高价住宅能贷款成数很低更是它就是它配置的一环，它是要把整体有在波动的这个资产上个安全上个保险就是这样把高波动的股票换成相对稳定的房地产。我想说0050这种 ETF 不太会，哇，它波动也是夸张也是恐怖呢好，那就换成房地产，现金买断就可以怎样保留未来再进场的弹性了。结果就是豪宅成交回温，很可能代表高资产的资金开始移动了甚至成为房市的领先讯号，但讯号不等于一定上涨，还是要观察这波股转房会不会继续扩散。最后我想问你，看到有钱人开始落袋为安，你会跟着调整资产吗？ A 会，我已经在进行中了。 B 不会，我都卡在股市里。 C 不会，我要保留现金等股市低点。在讲八卦之前来点干货，很多朋友会问我说，阿元你房地产做这么久有没有口袋名单这不就来了吗？扫一下这个 QR code， 我有的牌都在这里了，进去先点影片看我介绍，让你心里有个底然后就可以直接加他们的 LINE 了。买卖房子，台北找销店，高雄找零店，美术之星，这2位都是我的大前辈，我有问题也是直接问他们，你就直接敲就对了。如果你双北要装潢汉一室内装修嘛，很多观众朋友合作以后都觉得很满意。那如果遇到了法律上的问题，有顶尖律师可以帮助你。好啦，我有的资源都给你了，你有需要你就大方用，不用客气。最后我要请你支持我，加入我的频道会员，每个月250块钱，直接抄我做好的重大建设功课。高雄自产老会员都跟超过1年了，没料的话大家早就跑了。最后也不要忘了帮我按下订阅按钮。YouTube 的后台跟我说有 74% 的观众还没订阅，这样都能超过5万人支持。
如果你还没订阅，麻烦先按一下。买方阿元 logo 旁边那个可爱的按钮，对，点下去就对了。这样我离10万订阅又更近一点，拍片的动力也会暴增。按好了吗？感谢你这么挺我，祝你老了有房又有钱。讲八卦，那个豪宅现金买断这件事情，我们听起来有吗？超扯哦。好，我是有去做调查的，我还有问一些银行的从业人员哦，还不是那种小窗口而已哦，都是等于是关了啊。公股银行。那我们现在看到是这样，我现在讲的不是什么年轻人买台北市爸妈帮忙出1-2千万头期款的这种，我现在讲的直接是豪宅市场豪宅的成交，结果都用现金啊，这怎么处理？而且你看新闻是不是都有这个印象？买方为无姓自然人，你五话都现金给他买断。我跟你讲，这问题出在哪里？这问题出在说，我们自然人现在因为税法已经很那个了，所以变成说，你要买个过亿的豪宅，这个自然人身上居然有办法掏出干干净净过亿的现金，那很夸张嘞。你看那个我们重所税，把你的钱，你看超过几百万就几%了那个集聚我们每年在报税之前我们算一下，然后平时没事加减安排一下，我们都这样了，对不对？好，那有钱人他过亿，你看他要被扒掉多少钱？被扒多少钱？他们是有钱人，他们怎么可能甘愿这样子被扒？所以他们一定会有一些操作。然后我现在也知道这个操作了这也不是什么秘密，我就直接分享给你。这都是透过一种什么，就是一个自然人身上就有合法完税后的大钱，然后也没被扒掉多少钱，这怎么做到的？而且这个钱过亿直接讲结论4个字合法合规的操作叫做股东往来我在说的是股东往来，也有人说股东借款，反正就是细节我就不说了但是都这样啦都是用这个方式啦那他身为股东，然后自己的公司他跟自己的有获利的公司借钱然后真的是利息设算就你是借钱嘛那公司是法人，你是自然人，好 OK， 你这中间还是要正常缴利息的。好此时这个过亿我们就讲3亿好了，3亿就搬到自然人身上，这边有税金的问题吗？好，就再怎样，是不是比那个重所税还要低非常多？此时这笔钱要借款呢是负债呢，他只是拿这个东西去买，就是这样利息设算了，还有正常还款所以完全合法合规。我就先讲到这边就是股东往来。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个频道我一直强调，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观众朋友有相当部分的观众朋友就认为我在那边炒房，我在那边干嘛我是不是从头到尾这几年了我拍到现在，我通通要跟你讲4个字核心观念，叫专注本业，对不对？我是不是一直，你要是长期看我的频道，你会重复听到我提起专注本业到底在专注什么本业？你的公司你把你的公司什么就把它弄到很赚钱很稳定的情况之下，股东往来豪宅就跟你有关了啦，真的是这样啦。不然自然人身上要有一笔干干净净完税后的大钱，你看看要被拨到多少钱？如果是遗产的话，你看要被拨掉多少钱？但是你今天就是合法合规经营公司你确实有办法完成不被拨掉那么多税，那一样就可以去买豪宅，买完豪宅以后等了一段时间以后，合法合规的再去做质押那一质押出来，哇靠，你是不是欠你公司3亿？那你现在可以直接还掉3亿的80%，那就 OK 了，你知道之类的。豪宅还有一个优势叫它建价不透明，豪宅有没有实价登录？有，你就直接去查就好了。可是那个建价可以很不透明豪宅里面是毛坯跟那个豪宅里面金碧辉煌，它建价可以是差不多的。豪宅对有钱资产族群来说是另一个等级的财务操作工具，这里不邪恶这里很正常只要你一只脚踏入那个有钱人的世界以后，豪宅这种财务的能力就突然就跟你有关了我只能这样子讲。豪宅我就看过看的时候我跟你说那个看豪宅你不要去看那种就是真的会我们什么还验资，就是你要提出财力证明才会带你看那种很屌的豪宅。中古豪宅也是一大堆你就比方说跟你老婆然后周末比较没事的，你就约去看中古人家正在卖的豪宅。只是你要打交道的对象就是民间的房仲店嘛，什么信义什么永庆台湾房屋之类的。好，你去看那个以前曾经的豪宅然后中古的豪宅，那个屋龄你自己抓一下，你要看30年，台北市你看到30年也不过分。
好，那其他中南部你可能看20年哦，20年前它第一名哦，20年前的超级豪宅，或你看10年内的豪宅都行啊，你就去看。我跟你说，看完哦，你真的会充满了赚钱的动力，真的是这样。你就觉得哇，我现在真的是配不上这间房子哦，那就专注本业啊，好努力工作啊，然后看为社会创造价值啊，然后赚我们该赚的钱啊，之后这个豪宅就跟你有关了。看豪宅真的是很过瘾的一件事情，只能这样子讲。我也不会用骗的方式去骗那个中介说，我要买豪宅，然后带我去看。我也不是这样，我就去找那个中介说，有我们店里有签到，我也想看，我也没看过啊，走，我们去。然后我们那边东摸西摸，我那电梯也在摸，那中介一起摸，说哇这么厉害哦，很好玩，很有趣。你看完哦，豪宅通常是怎样？就是有那个景观，哇，真的是很特别的体验，我给你保证，你就带你老婆去，然后那个看完这一圈豪宅，看完以后，就回来就一直讲，努力工作赚钱嘛。然后豪宅真的是有它吸引人的地方，结果它有金融工具、财务操作上有哇更吸引人了哦。所以不要去怪有钱人为什么一定要买豪宅，什么隐私啊，什么炫耀啊，那只是一个面向。你去看豪宅心理上都会发生一些变化，就是哇好喜欢哦，哇努力赚钱哦。你要是觉得还要再约脸皮薄去看豪宅，结果也不跟人家买什么的，那你就看九妹啊，九妹不是开箱很多豪宅嘛，你去感受一下那个厅堂那个辽阔然后豪宅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是公社通常不给拍，我也不是很懂为什么。高雄也有豪宅啊，我也去看过好几案，哇，说真的是相当厉害，去看豪宅很特别啊。